这段影片是程式设计的基本知识。第一个要讲的东西叫流程图，然后第二个是要讲一些就是语言可以分成哪两类，第三个是 visibility of 一个变数，第四个是写程式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陷阱。然后另外会讲到作业系统，还有作业系统提供的 service。然后这个东西，作业系统提供的 service 其实它就叫 API。那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API 才能写出一些比较厉害一点的程式。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流程图。流程图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会有一大堆圆圈，或者是菱形，或者是正方形。那这个每个形状就代表每一个封闭的图形就代表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判断式。那另外会有一些箭头，那箭头就是流程要怎么跑。所以这个流程图很简单，就是从这边开始，然后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收到通知，收到通知以后，你就会进入一个叫认识的判断。所以在这边判断的时候，如果是 yes， 那就会走到这里；那如果是 no 的话，就会走到这里。然后接下来这边就会执行一些动作，然后这边你就可以一样这样继续看下去，就是走到这边以后 yes， 然后会做一些动作，那走到 no 会走到另外一边去。那最后他们会到一个 end 这样，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图。那在写程式的时候，你通常都要简单的想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有这个想法以后，你可以把它画成流程图。那有流程图之后，就很容易写成一个程式。像这样子的程式就是对应到这样的流程图。一开始会有一个 request， 然后 friend， 然后这个 friend 你可以想象成他是一个人。就第一个 if 就对应到这个认识。所以如果你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你就会走到这边去。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会走到 else。所以如果一开始你在这步的时候就是选到 no 的话，那就会 dismiss， 就是无视它。好，那如果你是 yes 的话，它就会走到这边，就是要判断有没有喜欢。所以就会是 if like 这个 friend 如果有的话，那它就会 add friend， 就是这个，所以就会加入好友。那如果是 no 的话，也是会走到这个无视通知，所以就结束。所以你画好这个流程图以后，你等于是把这个程式的架构都写好了。另外要讲的就是程式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叫做 compiled， 就是编译的。然后第二个叫做 interpreted， 叫做直译的，直接的直，然后翻译的译。那这两个语言，这两种类型的程式语言，它们会有下面这样的特性。第一个就是开发速度，通常都是这个直译式语言开发起来会比较快。然后难度的话，也是这个直译式的语言开发起来会比较，就是要学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它实际上程式在跑的时候，它会是编译式的语言会只跑得比较快。那编译式语言通常会用这个 C 还有 C++ 来代表，然后直译式语言可能就是有 Python 啊，或是 R 或是 MATLAB。那这些语言就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就是它是比较简单，然后 C 或 C++ 它们通常就是比较难，但它跑起来比较快。那这些东西要分的话，主要是要靠这个就是 machine code 机器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如果是编译式的语言的话，是在编译完的时候，就你写完程式以后，然后你需要经过一个编译器。那编译器它就会产生，就是看你的原始码，然后把这个机器语言产生出来。所以这边产生出来以后，你的电脑在跑程式的时候，就是执行这个 machine code， 因为这已经事先执行好，所以跑起来就会很快。但是反过来说，这个直译式语言是一行一行看，所以你写好的程式，它是一个就是还是那种原始码的状态。那是你在执行它的时候，它才会一行一行的去翻译那个程式，把它翻译成机器看得懂的语言。所以在跑的时候，它就会因为你是边跑边翻译，所以它就会比较慢一点。不是慢一点，它慢不少这样。但是好处就是你可以跑一跑，然后跑到坏掉为止，它才会停下来。但是如果是
编译式的话，是你要是一开始编译就不过，那你程式连跑都不能跑。所以这个就是这两类语言的主要差异。所以我们在开发程式的时候，会考虑这两项语言的特性，然后把不一样的重点的程式的部分用不一样的语言来写。那像这种执行速度比较快，但是开发比较难的，可能就会拿来做一些像是数学的运算，因为它真的在算的时候，就是你一旦开发好，你就可以在很多很多地方拿来用。那所以你开发好以后，你就是多花一点时间来开发，那它跑起来就非常快。那如果你是要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会用这种直译式语言来写，所以你会开发的比较快。那你把这样的东西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直译式语言它会比较像是一个胶水，然后把这些 module 就是编译式的语言写好的东西，把它拿来用。所以这样子你在开发的时候，就好像拿一些积木在拼一样。那你最后就是用这个 Python 啊，或者 R 或 MATLAB， 然后把这些 C++ 的 code 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 compile 的语言产生出来的 machine code 它的长相。所以这个东西原本就是长这样，这是原始码，就是有一个function叫 AAA， 然后它的输入是 x， 然后它什么都不做，它就是 return 0而已，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就是用这样，所以这个不用大家不用知道。那你只要知道这个产生出来的机器码就是长这样子。所以程式在编译完以后，现在这个讲的是编译，就是左边这一项。所以程式编译完以后，它就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电脑它看到它就可以直接执行了。那编译式语言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不能跨平台。所以如果我是在 Mac 上编译的话，这个东西不能拿到 Windows 上跑。那反过来也一样，你在 Windows 做好的程式不能拿到 Mac 来用。但是如果是这种直译式语言，因为它是在跑的时候才会把程式翻译成对应到的机器嘛，所以你写好一个 Python 的程式，你可以在 Mac 跑，然后也可以在 Windows 跑，通常啊。然后另外要讲的东西是一个叫做变数它的生命有多长，然后还有一个是变数它的影响力有多大。那这两个东西都是跟语言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以 Python 为主。我们先讲的就是变数它的生命周期。那变数你简单的看可以看有两大类，一个是 global， 然后一个是 local。那这两个东西是比较相对，就是你越晚宣告的东西，通常就是越 local， 然后越早宣告的通常都是越 global 这样子。简单的想是这样，那事实上不能这样想，你要看你的程式到底是怎么写的。那 global 这种变数，它通常都会是，就是它的生命的周期是从 declare， 就是你宣告的时候开始，然后它结束的时候，就是程式结束的时候，它就结束了。然后 local 的这种变数，它通常都是，从 declare 开始就活起来，然后但是它死掉的时候是在function结束的时候，比如说像右边这个例子。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 declare。declare 其实就是写一个这个 statement， 比如说你想 ans 等于42，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declaration， 那它会把这个 ans 这个变数把它 initialize 成42，那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宣告，所以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这个 ans 就有 lifetime， 它就开始了。那它结束的时间就是看它是哪一类的，如果它是 global 的话，就是程式结束它才结束，然后如果是 local 的话，就是function结束它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一个变数叫 total， 那 total 它就是一个 local 的变数，因为它是在 function 里面出现的，所以当这个 return 结束执行完以后，它会把这个 total 除以 length 这样的东西把它传回去。那 function 一旦 return 之后，这个 total 就不见了，所以下次在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这个 total 就会重新产生一个新的，那跟旧的就不会有影响。那另外讲的就是这个 numbers
以这个 numbers 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 local 的变数，它就是把你传过来，比如说你传过来是一个 list， 比如说 list 的内容是123，所以这边其实它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这边偷偷加一行，就是 numbers 等于你传进来的那个 list， 所以这个 numbers 其实它是一个 local 的区域变数，所以当这个 return 结束以后，这个 numbers 也会不见。那我们现在再仔细讲一下这个 local 的变数它会有什么特性。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这个变数它是第一次出现在一个 function 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local 的变数。那如果你是这个变数如果是在 function 里面宣告，那代表这个 function 外面的程式码没办法看到 x。那一样，这件事情不保证是在所有语言都是这么做的。那 Python 里面是这样 ，C 也是这样子，那其他的不确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下面左边这个程式嘛，左边这个程式就是有一个 function 在这边，然后这个 define 就是 x 等于5，然后 print x print y， 然后这边是主要的程式在做的事情。所以一开始这个程式会说 y 等于10，然后接下来呼叫 function。然后接下来 print x， 那一开始这个 y 等于10不会有问题嘛？然后接下来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跳到这边来，所以它会 x 等于5。所以在执行到这边的时候，现在已经程式电脑知道 y 等于10，然后 x 等于5，所以它就会印出5，然后印出10，然后所以这个 function 到这边为止结束了，就是 return 了。所以 return 之后，这个 x 就会不见。因为它消失了，所以它消失之后，这边你在 print x 就会出错，因为它没有看到这个 x， 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那这边你要是把这个 function 跟 print x 这两行把交换，也是会有一样的情况，因为这个 x 在外面是看不到的。然后这边是说你可以这样写，就是有 x 有 y， 然后这样 return x 加 y。然后这边也是 times x 逗点 y， 然后 return 这个，那这边都是一些区域变数的范例，所以这个 x 和 y 都是一些区域的变数，只要一回去就是 return 之后，这个 x 和 y 就会被忘记。另外讲的一个概念叫做 shadowing，shadow 就是影子的意思。那在程式语言里面 ，shadow 发生的时候，就是 local 的变数会把 global 的变数把它盖起来。所以，当你现在要用到某一个变数，比如说它叫 x 的时候，如果有 local 的 x 和 global 的 x 这两个选择的话，程式会优先选择 local 那个 x 拿来用。所以看左边这个例子的话，对，这是一个 function， 所以这里面这个 x 是一个 local 的变数。然后这边是 function 外面的宣告，所以这是一个 global 的变数。所以程式从这一行开始执行，所以 x 等于10，然后接下来会把这个10印出来 print x， 然后接下来呼叫这个 function， 所以这个 function 会跳到这边来执行。在这里执行的时候，因为这个 x 是 local 的变数，所以它宣告了之后，它把这个外面的 x 把它挡住了，所以在这里 print x 的时候会印出这个 x 等于5。所以印出这个5，然后最后这个function结束以后，这个 x 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所以接下来在第8行的时候，它就会拿到这个 x， 所以就会印出10，然后印出5，然后印出10。那右边这个程式跟左边就差在这一行，这里就没有宣告 local 的 x， 所以它印出来的时候，在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因为没有 local 的 x， 所以它就会往外找，然后直到找到一个叫做 x 的东西，所以它找到的时候，这个就是找到一个10，所以这个右边的程式就印出10、10、10。那如果需要改，就是当你真的需要改变外面这个 x 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就是这样宣告的话，代表你会改到里面这个 x 嘛，所以这一行就不能用。那如果你要改这个外面这个 x 的值的话，你就要加一个 global， 所以你就要写 global。这是一个特殊的字，关键字就好像 define 一样。
那你打 global x 的时候，代表等一下要用到 x 是外面的这个 x， 所以我要是打说 global x， 然后 x 等于5，这样的话，代表说我现在讲的这个 x 是 global 上面的 x， 所以这边程式执行的时候，你会一样会先印出10，然后再呼叫 function。呼叫 function 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把 x 拿出来，就拿到这个 x 不是新宣告的，所以这个 x 等于5会把这个的 x 外面这个 x 改成5，然后在这边就会印出5，这是合理的。然后在接下来你的 function 结束以后，在印出的这一行的时候，其实你会印出5，因为这个x 在这里面已经被改成5了。那这边的差别就是差在这个 global 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是执行它的话，就会印出10，还有5，还有5。那这边是 shadow 的一些练习。那如果说你在印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你没有 x， 然后就是没有 global x， 然后这样子印的话，因为你这样 x 都没有宣告，所以它就会先找这里找不到，然后再往外找，然后往外找也找不到 global， 那应该就会出错。所以你看最后它的这个错误讯息就会是说，它要找一个 global 的 name x， 但是它找不到，因为它一开始在找 local 找不到的话，就会继续往外找，然后但是外面也没有 global 的 x， 所以这边的错误就是这样子讲的，找不到 x。接下来要讲的是写程式的时候碰到的陷阱。第一个是 casting 就是在写程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数和整数的转换，比如说 0.9， 你要把它转成整数，那它就会变成，你就可以写成 int 括号 0.9， 它就会把 0.9 转成整数。那转成整数的时候，它的做法是无条件舍去，所以在这里它就会变成0。那如果你在写 Python 2的时候，在这边你写15除以100，那理论上你会想象中你会拿到一个 0.15 的答案，但是事实上不会，你应该会拿到0。会拿到0的原因是因为整数除法它的定义是整数除以整数，然后最后要是整数，所以因为这边是整数，然后这个也是整数，所以在最后这个答案虽然看起来是小数，但是 Python 它会自动把它转换成整数。那转换成整数的方法就是叫 casting， 所以它会把它传到 int 这 function 里面。所以15除以100在 Python 2里面，它会答案是0。那如果是 Python 3的话，这边就会是 0.15。所以这边就是要看你是用什么程式语言，不一样的版本可能就有不一样的行为，所以我才说这会是一个陷阱。然后另外一个 casting 的相反就是 promotion 就是让它升格，所以会发生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通常都是从整数然后转到浮点数的时候，那可以这样的时候，它会自动 promotion， 通常就是你的那个运算值，就是会有两边会是用不一样的东西来，会有不一样的形态，比如说一边是浮点数，然后一边是整数。那其实它在计算的时候会自动变成是 15.0 除以 100.0 这样的感觉，所以这边其实会变成是小数除以小数，然后最后是小数的结果。那因为最后是小数，所以刚刚那个答案是 0.15， 在这边它就不会被 casting 掉。那所以 15.0 除以100，答案就会是 0.15， 不管是在 Python 2或者 Python 3都是一样。另外要讲的就是你在传变数的时候，传到一个 function 它是怎么传的。那其实它是叫做 pass by assignment， 就是用这个 assignment 来把变数传进去。那如果你以前有学过 C 或 C++ 的指标的话，你在学 Python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忘掉。那我们看一个程式的例子。我们现在 define 一个 function， 然后它叫做 f， 然后它的参数是 x。然后这个 function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会把 x 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次呼叫就用 f of 5，所以它会把5传进去。传进去的时候，其实在这个 function 它里面的第一行其实就好像会有一个 x 等于5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会把 x 等于5这行写在 print x 的前面，所以这边是你要是传5的话，你的程式里面就好像变成这样子，你可以把它视为这样，所以它在里面一开始就会写 x 等于5，然后 print x， 所以这边会印出5。那如果你的 f 是传一个123这样的 list 的话，那其实第一行就好像在中间插了一个 x 等于123，就是你传进来的参数，所以这个等号就是 assignment，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是叫做 pass by assignment。那 Python 里面就是在这样子来设定这个变数的值的。第三个这个是很类似，就是你要是设 AA， 先设说 AA 等于123，然后你呼叫 f of AA， 那其实你在做的事情就是 x 会等于 AA 在这个function里面，所以最后这个印出来的东西就会是把 AA 这个里面的东西印出来，那这个就叫 pass by assignment。然后另外一个要讲的是叫做 immutable object， 就是不可变的东西。那碰到这种东西，你要变它的话，你只能把它删掉，重新来。那这种 immutable object 总共有3大类，第一个是 string， 然后第二个是 tuple， 然后第三个是 numbers。string 就是这个两边用引号刮起来的，然后 tuple 跟 list 很像 ，list 是用一个中括号，然后把你要放的那些东西把它用逗点隔开。那 tuple 的话就是把中括号改成圆括号，所以你要是把中括号改成圆括号以后，这个 tuple 就是变成固定的，你不能再动它。那如果是 list 的话，就是你做好那个 list， 那你可以去改里面的内容。第三个是 numbers 就是常看到的一些数字，比如说1啊、2啊、25，那这些数字都是叫做 immutable object。你要改的话，就是会直接把它整个换掉。那你可以看这边的例子，就是假设有个变数叫 name， 然后它等于 nccu， 所以你要是 print name 的第0个 element， 你会得到 n。那你现在想要把 nccu 改成 uccu 的话怎么办？你可以这样写嘛，就是 name 0等于 u， 那这样会错，因为这 name 是一个 string object， 所以 string 又是一个 immutable object， 它是不可变的，所以你不能把它里面的东西改掉。你要是这样写的话就会错。那如果你写 name 等于 nccu， 这样的意思是你把这个 name 原本指向的这个 string 把它换掉，把它整个都删掉了，然后直接把它换成一个新的 string， 叫做 uccu 这个 object， 所以这样子就是不会有问题。